我故意拆下老师自行车链条时，被校草逮到。给你5块，不要说出去。10块，50块，不能再多了。校草拿出手机，我加上微信含恨赚了50块。我凭帮老师修好链条，成功当上他的学生。去导师家吃饭，我看到校草冲他喊：“妈，我们大二选导师，我从入学就只有一个目标人物，宋安老师。他的临床心理学大3才有，又十分抢手，非大3学生能抢到机会很低。加之他上课座无虚席，我没有蹭课混脸熟的机会，能被他选上的可能性就更低了。所以我只好另辟蹊径。宋老师平日骑自行车上下班，我踩点几天，知道他上班的时间和自行车停放的地点。周4下午3点，我偷偷摸摸来到停车棚，蹲在一辆黑色的老式自行车旁。我的计划是把链条拆下，等宋老师下班时假装路过，主动请缨帮忙修理，再跟宋老师自我介绍，混脸熟，增加我被选中的几率。前期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，链条被我成功拆下。我仿佛看到不远的将来，宋老师对我慈祥微笑。突然的声音打破了我的幻想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我吓得跌坐在地，转头发现榕树下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一个男生。这不是校草宋明熙吗？最初从经营表白墙的室友口中听说宋明熙时，我嗤之以鼻。上大学后，我连班里的男生都认不全，竟还有校草这玩意，我可没投过票。后来他给我看了宋明熙被发上表白墙的照片，他长得是真不错，又高又帅，戴着一副细边黑框眼镜，气质卓然，明星似的。不过这跟我1个月200生活费的校园生存者有什么关系？没想到能在今天见到这人。什么帅哥，明明是恶魔！我结结巴巴地撒了个谎。我路过看到老师自行车的链条掉了，想帮忙安上去。他推了推眼镜，淡淡道：“我都看到了。”这一瞬间，我的脑子里蹦出很多场景。他把我发到表白墙，我受到全校同学的臭骂。宋老师慈祥的笑脸变成严肃的训斥，我被全校通报批评，沦为过街老鼠。不！我忙掏出全身上下仅剩的钱，求道：“宋同学，我给你5块钱，你别说出去行吗？我是个好人，虽然我偷偷摸摸的行为很难跟好人搭上边。”他不说话，我咬咬牙，10块，他还是不为所动。10块都拿不下，跟男人交往果然是个烧钱的活。50块，不能再多了，他要是还不接受，报出去就报出去吧，我烂命一条。宋明熙总算点头了，加个微信，我疑惑，直接转账不行吗？我担心你是坏人，以后好找你窃拜金男。我愤愤地加上他的微信，给他转了50块。宋老师下班后，我巧合地路过，看到他正苦恼地看着自行车。我满脸堆笑地过去：“宋老师，我是应用心理学2班的木槿，您是自行车链条掉了吗？我可以帮您弄好。”宋老师冲我感激一笑。我利索地修好：“宋老师，应用心理学2班的木槿帮您修好了。”谢谢你。我继续说：“不用谢，我是应用心理学2班的木槿。”宋老师表情怪异，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穆同学再见。”他走后，我掌心上都是汗，心脏砰砰乱跳，希望一切顺利。第2天选导师时，我颤抖地填上宋老师的名字。晚上结果出来，我被选中了。这2天的米饭配酸黄瓜格外香甜。宋老师在第1次组会上问我们愿不愿意跟师兄师姐一起做实验，所有人都点了头。我们被分配到一个新项目，前期主要是帮师兄师姐们打下手。宋老师致力于研究阿尔兹海默症，发过好几篇相关的赛义曲，是学院内领军人物。他在学习时对我们很严厉，在生活中却像一个和蔼的妈妈，花钱毫不手软。周末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。我跟其他同门在楼下买了一束康乃馨，按响门铃，开门后露出的是一张俊俏的脸。我呆若木鸡。宋明熙却好像不认识我，对里面提高声音说：“妈，你的学生来了。”我的脑子嗡嗡作响。妈，宋老师招呼我们坐下，宋明熙正好坐在我对面。这一顿吃的我是如坐针毡，如芒在背。从吃饭到跟老师闲聊，我都没找到跟宋明熙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只好把一肚子的话憋到线上。回到宿舍已是晚上，我颤抖地点开还没备注的微信好友：“宋学弟，晚上好。”宋明熙今年大1，叫一声学弟能巧妙地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。他回复得很快：“你好，今晚月色好美。”还没组织好语言呢，先瞎编一句发过去。我好像能看到宋明熙无语的表情了，手指一点：“宋安老师居然是你妈妈，太巧了。”确实很巧，这该怎么接呀？我可不觉得50块钱能封住宋明熙的嘴3年。我苦着脸从床上探出头，问舍友淘淘怎么讨好一个人。淘淘活跃在各个社团，大2又跟学姐一起经营表白墙，与人交往的经验比我丰富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你开窍了？我还以为你心里只有实验呢。淘淘眼里闪烁好奇的光。谁呀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淘淘没追问，边刷剧边随口答，嘘寒问暖，1日3餐吧。女追男隔层纱。我忽略他后头的话，若有所思地收回头。
午餐、晚餐别想了，我这2餐期间几乎都在学校食堂兼职包餐。早餐便宜。宋明熙是校园风云人物，我轻松地打听到他的课程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买了一个茶叶蛋和一杯豆浆送过去。他们班人很多，我本想偷溜进去，没想到他坐最前排，身姿挺拔，人群中一眼便能看到。低调是不可能了，只能速战速决。我弯腰从前面迅速冲到他的桌子前蹲下，他明显被吓了一跳，惊愕地看着我。我堆起笑，宋学弟还没吃早餐吧？他挑挑眉，吃了，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计划不能乱，我保持笑容，就知道你没吃，这是我专门买给你的。他沉默半晌，修长的食指勾过我手中的袋子，谢谢穆学姐，他收了。拿人手短，吃人手软，他是愿意把我的秘密带到棺材的意思是不是？我当时热泪盈眶，我趁热打铁，连送3天早餐。最后我这个月早餐的预算花完了。我从宿舍的小冰箱里翻出一袋荔枝，是淘淘从老家带来的，我没舍得吃，刚好借花献佛。第4天我送来3个荔枝，看着他呆滞的表情，我忙说这是荔枝，能吃的。哈哈，坐在宋明熙旁边的学生们笑得前俯后仰，他眼神复杂地收下了。晚上做完实验回到宿舍，淘淘上来就问锦锦，你在泡宋明熙呀？我被他一句话干懵了。他继续说上表白墙了，这是学姐发的，淘淘也是现在才看到，你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是最难搞的。宋明熙军训时就不知道被表白过几次，他通通拒绝了，你连送4天早餐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一头雾水地接过手机，看到一篇匿名投稿，我半蹲在宋明熙的桌子前，给他递荔枝的照片。这个女生好像是学姐，哈哈，太逗了，给校草连送3天茶叶蛋，今天变荔枝了。一开始的评论还算平和，笑崩溃了，早餐送荔枝是吧？在现场他说这是荔枝，能吃的，我爆笑。连送4天了，好有毅力。不过宋明熙不吃这套吧？后面逐渐有了刺耳的声音。我坐在校草后面，他看他快哭了，才接受了早餐。这女的好心机。我在饭堂、图书馆都看过她兼职，还看见她好几次就酸黄瓜吃饭，这条件也配纠缠校草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这女的最多4分，我都看不上。淘淘看到这些哪忍的了，抢回手机，直接滥用职权把这篇删了。他安慰我，仅仅别生气，里面混进了很多神经病。我倒是没生气，只是在想该如何面对宋明熙，明天荔枝还送不送了。此时他发来一条微信，方便下来吗？我跑到阳台一看，他站在榕树下，似感应到什么，抬头对上我的视线，嘴唇翕张。我气喘吁吁地下楼，不等我说表白墙的事，他突然说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？我瞪大眼啊，他垂下眼，薄薄的眼皮半遮住眼底的情绪，假装。很多人跟我告白，造成了我的困扰，这是凡尔赛吗？作为回报，你拆我妈自行车链的事情，我不会跟任何人说。我眼睛一亮，成交，亏的是我吗？必不是啊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做个戏。他拍下一张我们十指相扣的照片，这是我第一次跟男生握手。他松开时，我紧张地出了一手心的汗。宋明熙清冷白皙的脸上浮现淡淡的笑意，女朋友晚安喽。我被他的笑电了一下，晕晕乎乎的上去，听到淘淘惊呼校草加我了。接着他震惊地看着我，锦锦你们在一起了？我犹豫道，勉强算是吧。淘淘叹了一口气，将宋明熙发给他的官宣照片发上表白墙，吃瓜群众震惊，这都行？校草是被茶叶蛋还是荔枝拿下的呀？我也行啊，拜托，女生也很优秀好吗？他大一满绩点，还是学习年纪长，这要牛吗？淘淘用私人号浑水摸鱼的夸我一通。交往的第2天，他来我们教室送早餐，我们全宿舍都有份。淘淘边吃小蛋糕边感动道：祝你们白头偕老。他刚出现时我还惊讶呢，不过我很快就明白，他这是做戏做全套。我朝他勾勾手指，在他凑过来后，我在他耳边小声问：不用我给钱吧？他瞥了我一眼，也靠在我的耳边低声说：不用。我喜出望外，口不择言，爱你。他脸上爬上2抹红，移开双眸，咳嗽几声，我走了，待会还有课。我们全宿舍都朝男菩萨招手，好，再见喽。周5晚，宋明熙打电话给我，周末一起去图书馆吗？我感慨他对演戏的热爱，但不得不狠心拒绝。我周末有事为了表示我不是敷衍他，我在微信把周末的安排发给他。周末早上去实验室，晚上去给高中生1对1补习。下午去养老院看望我妈妈，我察觉到她失落的情绪，试探性地问：一起去吗？她答应得很迅速。好，宋明熙在校门口等我。午后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她身上，为她镀上一层淡淡的光。她单单那么站着，便宛如挺拔的青山，引人注目。我从后面过去拍拍她的肩膀，她回过头给我递了一杯奶茶，是东坡荔枝生椰露。我咧开嘴，你人怪好的嘞，清甜的奶茶一扫身体的闷热。
宋林熙打开伞，在我头顶撑开一片阴影。我们怎么过去？我不好意思地说，走路吧，就1个半小时的路程。我这个月没钱坐地铁了，我1个月生活费200，午饭和晚饭在兼职的食堂档口吃，200块不出意外，完全够了。只是这个月意外太多，见宋林熙的第一面就花了50，加上给他送了3天的早餐，我真没钱坐地铁了。对不起，宋林熙面露懊悔，我先前要你50块是担心你有10块现金，不肯加我微信。我疑惑，你当时为什么要加我微信啊？难道我看上去真像坏人吗？他一怔，眸光微闪。我想起卖茶女的故事，恍然大悟。你加我是想卖你爷爷种的茶。宋林熙被气笑了。我悻悻道，开个玩笑，他给我转了100，我只收了50，其他的都赚回去，我不能拿不该拿的。妈妈说了，人得有志气。所以我的学费、生活费和妈妈住养老院的钱都是我寒暑假兼职挣来的。我能接受他送来的早餐和奶茶，因为这是配合他演戏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不能收。宋林熙也没说什么。1个半小时的路程，地铁只需要3个站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我每周都过来，护工认识我。他笑容满面，小锦又来看你妈妈呀，她在后花园。谢谢林姐，我很快找到妈妈。她今年64，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到脑后，用黑色的发夹别着，坐在木椅上，呆滞地看着半空。我缓步走上去，轻唤妈妈。她将目光转移到我身上，表情瑟缩，似乎在害怕。我蹲在她脚边，我是木槿呀。我们小花才7岁，才那么高，哪有你那么大？她用手在半空中比划，满脸的防备。我心里泛起淡淡的酸涩，耐心道：陆阿姨好聪明啊，我是新来的护工，小花今天没时间，拜托我来陪您玩拼图。我从包里拿出拼图，妈妈兴奋起来，像个小孩子一般鼓掌。好啊好啊，我把拼图铺在木椅上，跟她一起玩。宋林熙默不作声地坐在我身边。玩了好一会后，妈妈表情突变，将拼到一半的拼图打乱。她扶着木椅扶手站起来，怔怔地说：小花放学了，我要去接我们小花回家。我看了看时间，4点半，是我1年级时的放学时间。我压低声音：你是木槿的妈妈吗？我是吴老师，木槿已经回家了。他呆呆地看着我，他回家了。我肯定地点头。回家就好。他看着我，几秒之后，眼神渐渐清明，露出温柔又慈祥的笑。小花，你来看妈妈啦！我的心情犹如扫进阴霾的晴空，抱着她的肩膀，把头枕在她单薄的肩头。妈妈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看到小花妈妈就开心。妈妈摸摸我的头，看向安静的宋林熙，这是我的朋友。小花的男朋友啊！我脸一热，妈，宋林熙从善如流。阿姨，我是小花的男朋友，我叫宋林熙。我妈用看女婿的眼神打量他，宋林熙，好名字，人也长得俊。谢谢阿姨。宋林熙笑得如沐春风，十分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。我妈挤开我，握住宋林熙的手，林熙啊，麻烦你帮我看着我们小花吃饭，她一忙起来就不管不顾，把身体饿坏就不好了。宋林熙垂下头，温顺道：阿姨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花的。我看着这宛若亲母子的2人，咬牙切齿。小花是你能叫的吗？宋林熙平日寡言，对老人竟很有一套，我妈被他哄得笑得合不拢嘴。半天下来，他们还约定下次再见。回去是下班高峰期，地铁很挤，我够不到扶手，随着人流左右摇晃。宋林熙突然牵过我的手，放在他弯起的手臂上，扶着吧。谢谢。我手底下的触感不如他看上去那样清瘦，还有几分结实。原来他是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的身材。我胡思乱想之时，又有人挤进来，我被挤得几乎贴到了宋林熙的身上。宋林熙1米8几，我1米6，刚到他的下巴，触目之处是他白色 T 恤没遮住的半截精致锁骨，太尴尬了。为了打破尴尬，我主动提起养老院的事。你是不是奇怪我妈妈看上去岁数有点大？其实我是我妈妈捡的，没人要，她就领养了我。妈妈捡到我时我才几个月，被丢弃在垃圾桶旁。她捡纸箱时看到了我，她抱着我从早上等到晚上都没人来找，便把我送到警察局。警察找了几天都没找到我亲生父母。警察提议要不他领养我，要不送我到福利院。他没结婚也没孩子，于是领养了我。20年来，他含辛茹苦拉着我长大，供我上大学。虽然没能给我富裕的生活，但别人有的，他一样没少我。2年前，他出现了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，迷路了好几次。我不放心留他一个人在老家，为了能一边完成学业，一边照顾他，我把他带到市里，安排他住进养老院。为了负担养老院的钱和他的医药费，我的闲暇时间都用来挣钱了。我小声说：“这是秘密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。”宋林熙没应我，我疑惑地抬头看他，却正对上他黑亮的眼睛。我爸妈在我初中时离婚了，我跟着我妈妈长大，这也是一个秘密。我一愣，随之与他相视一笑。此时又有人上车，我被撞了一把，猝不及防地栽倒在他的怀里。我的鼻尖抵着他的胸口，嗅到了不知是他衣服上还是身上的淡淡柑橘香。他伸出一只手护在我的后脑勺。
我失了动作，在他营造的小小空间里，我的心脏越跳越快，耳边的心跳声也越发急促。宋林熙每周都陪我去养老院，也非常听话的每天监督我吃饭。我在食堂档口干完活，食堂的人走得差不多了，他倒是坐得安安稳稳。我无奈道：“你不用每天这么盯着我，我不会饿着的。”我只是听阿姨的话，她把我妈搬出来，我没话了。偶尔被他的舍友撞到，还会遭到一番调笑。宋哥，你都2星期没跟我们一起吃饭了，有了媳妇忘兄弟啊！宋林熙不咸不淡地瞥他们一眼，让他们别站这里碍眼。他们离开时，贱嗖嗖地跟我打招呼：“嫂子，再见。”我红着脸低头扒饭，一声不吭。某周日晚，我在校外给学生补习，走出小区时突然下起雨，我舍不得花钱打车，只得在便利店坐着，祈祷雨早点停。宋林熙在微信上找我聊天，问我在哪，我给他拍了一张窗外的照片，哀叹今天出门没带伞。他没回话了，雨一直下。半小时后，宋林熙气喘吁吁地推开便利店的门，手上的伞不住地滴水。走吧，我失神地盯着他，周边的一切渐渐虚幻，他却愈发清晰明亮。走回去的路上，我问宋林熙：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这已经超出假装在交往的界限。”他顿了顿，世界仿若都随着他的沉默安静下来。半晌后，他的声音如同穿过暗夜的光，不顾一切地撞向我。因为我喜欢你，我的心脏猛地跳动几下。我看向伞外的雨，手悄悄往旁边动。他坚定地扣住我的手，看似平静，通红的耳尖出卖了他的真实情绪。我们的嘴角抑制不住地往上翘。通往宿舍的这条路今天格外短。我今天回宿舍的时间比平时晚，淘淘他们凑过来八卦，我看到校草送你回来，今天去约会了。我眨眨眼，你猜，刚洗完澡出来，宋林熙给我打电话，讲了一通没营养的话后，他温柔道：“明天见。”我刚放下手机，电话又响了。我以为又是宋林熙，撒娇，又想我了呀。那边安静了一瞬，我瞅了一眼来电，是陌生电话。与此同时，一道陌生的低沉男声响起：“穆小姐，我是宋林熙的爸爸，我想跟你谈谈你故意接近宋林熙的事。”宋林熙爸爸的话让我彻夜难眠。第二天早上的课，我让淘淘帮我答到。我到地方时，他慢悠悠地从 iPad 中抬头：“穆小姐，请坐。”宋林熙跟他爸爸有3分相似，可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。宋林熙是水，最初看是冰冷的，只要接触起来，便感知到柔软；而林幸川则是一块冰，冷硬威严，高高在上，眼神轻轻扫过来，我便感到窒息，仿佛无所遁形。我拘谨地坐下：“林叔叔，我不知道你在电话里说的是什么意思。”林幸川勾起唇，语气冰冷：“你的目标是 M 国最顶尖的阿尔兹海默症研究所，研究所的负责人是宋安的博导。你接近宋林熙，一是通过他接近宋安，二是想让他负担你出国留学的费用。宋安的儿媳妇比宋安的学生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。我说的没错吧，穆小姐？”我浑身冰凉，他的眼神像在看一坨恶臭不堪的垃圾。咖啡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他起身离开，我叫住他：“不用。”我固执地挡住他的路，把我这份的咖啡钱转给他，38元，我快1个星期的生活费。他走时眼神嘲讽，似讽刺我无用的自尊。我跟宋林熙第一次见面不是大学，而是高中。他被几个混混围在箱子里勒索，他比混混们高，但弓腰驼背，没精没神。我是看他穿着我们学校的校服，才在外头嚎一嗓子：“保安来了！”混混拔腿就跑，留下宋林熙在捡丢了一地的书。他将书上沾染的灰尘一点点拍干净，再整齐地放回书包。我过去帮他捡起最远的一本书，拍打干净后递给他。他双手接过，我才发现这个看上去暮气沉沉的少年有一双很好看的手。他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：“谢谢。”“没事。”我想了想，补充道：“你比他们高，再凶一点，保准他们不敢欺负你。”他头都不敢抬。这件事后，我的桌兜里总莫名其妙多出一堆零食，都是我没见过的牌子，看上去不便宜。我一开始不知道是谁送的，直到几天后，他在下午放学时站在我们班门口等我。我出来后，他磕磕绊绊地问：“学姐，零食好吃吗？”我这才知道是他送的。刚想让他别送了，他突然掏出一封情书。我傻眼了。宋林熙当时顶着一头厚重的黑发头发，眼镜比啤酒瓶还要厚，像刚从海边度假回来，黑黑瘦瘦，显得阴郁又孤僻。那时是我很黑暗的一段日子，几个同学看到过我妈妈从垃圾桶里捡纸箱，他们在背后嘲笑我是书呆子，嘲笑我妈捡垃圾，说我全身都是垃圾的臭味。他跟我表白时，我听到身后骤起的嘲笑声，我的脸疼得烧起来，抢过他的情书丢在地上。我不喜欢书呆子。宋林熙的脸刷得白了，他慌忙道：“对不起。”我不管不顾地冲回家。妈妈看到我的模样，吓了一跳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当时好似被夺舍，竟对妈妈大喊：“都怪你，别人都笑我妈捡垃圾。”我趴在枕头上哭，哭着就睡了。等我醒来，天彻底黑了，我妈不在家。
他没带手机出去，我联系不上他，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刚要报警，他总算回来了。你去哪了？他仓皇地站在门口。我去给你买荔枝，水果店在隔壁街。怎么回这么晚？他嗫嚅道。路上遇到了一点事，在我的追问下，他才说是迷路了。这条路我们走了这么多年，他怎么会迷路？我只当他是年纪大了，一时糊涂。高考前一天，我的抽屉多出一张梦校的明信片，上面祝我梦想成真，心想事成。高3毕业的暑假，妈妈的失忆症越来越严重，我带她去医院，诊断出了阿尔兹海默症。妈妈很难过，她担心会连累我，让我不要管她。我抱着她，哭得不能自已。我后悔高中迟来的叛逆让我一次次伤害她，我恐慌她会忘了我是谁，我害怕她等不到我让她过上好日子。我大量搜罗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信息，知道最顶尖的研究所在安国，还有国内相关领域最厉害的专家宋安老师。他在我的梦校任教，只是选他当导师太难了。我从入学就开始准备。大2时，我从一个研究生学姐口中听说了宋林熙。合照上的他站在宋安老师身边，微微侧头看向镜头，长身玉立，浑然天成的霞姿月韵。我的心脏跳得很快。每周4下午3点，宋林熙会从那条路去图书馆。顶尖的研究所很难进。我做的这一切只是想给我加码。第2天快到兼职下班的点时，宋林熙又来了。他在我兼职的食堂档口对面的位置抽出一张餐纸，将2张椅子和桌子擦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朝我笑笑，朝气蓬勃。我收回视线，打好工作餐，越过他找其他位置。他愣了片刻，便端着餐盘过来，好脾气地笑。原来你今天想坐这里。我又换了位置。他这下觉察出不对了，跟上来小心翼翼地问：小花，怎么了？我冷淡地说：你为什么要跟我坐一起？他又诧异又害羞。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吗？不是，我们之间是假装。昨晚他的笑颇为勉强，像谢了一半挂在树梢摇摇欲坠的枯叶。我以为你也喜欢我。我一点都不喜欢你，我是怕你跟宋老师说我的坏话。他眼中闪烁水光，表情带着几许彷徨。我是不是哪里做错，让你不高兴了？不是，我将筷子插进饭里。我不喜欢你，不想跟你玩假装情侣的游戏了，很影响我的学习和心情。说完，我低头吃饭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，我吃的一点滋味都没有。下午放学后，他在微信上说他没生气，离开是担心影响我吃饭，耽误我下午上课。他问我是不是他哪里做的不好，他可以改的。我只回了一句：你打扰到我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发过来一句：抱歉，他没再发消息过来。几天后，宋林熙的舍友偷偷加我，问我跟宋林熙是不是吵架了。宋林熙每天都买好几份早餐，也不给你送过去。我连吃好几天几人份的虾饺，但他烧麦了，再吃我的腹肌就要变1整块了。你是不知道他现在气压多低，我们在宿舍打游戏都不敢说话。我回复道：我们分手了。他似乎被吓到了，好半天才回：哦。淘淘他们也隐约猜到什么，没再在我面前提过宋林熙。我更投入地参与到实验中。如果我能在大3修完学分，毕业前发表一篇CI3区，再让宋安老师写一封推荐信，也有机会申请安国某大学，并进入该研究所。生活照旧，宋林熙似乎没在我的生命中留下痕迹。周6下午，我去养老院看了妈妈。她今天的精神很好，一见到我就笑。小花，妈，林熙今天没时间过来吗？她伸着脖子往我身后看，一脸失望。猝不及防地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心脏闷闷地疼，眼眶热气升腾。我才知道我没想象中的无所谓。小花，宝宝，怎么了？妈妈心疼地抱住我，是不是吵架了？我咬着下巴，摇头。她的声音愈发温柔，还是学习累了？没关系的，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，什么问题都难不倒我们小花。我紧紧地抱住她，哽咽道：妈，我只是有点难过。不难过哦，妈妈抱。我今天在养老院待了很长时间，眼看着快到补习的点了，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刚到小区楼下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听到那头的喘气声，我的心提到半空，紧张地问：林姐，我妈怎么了？林姐焦急道：木槿，你妈偷偷跑出去了。这一刻，天都塌了。监控显示，我刚走几分钟，几个老人打架了。我妈趁护工劝架时偷偷走了出去。看到这里，我立马报警。我妈情况特殊，警察没让我等24小时，直接受理了。他们安慰我别担心，会全力帮我找回妈妈。我妈身体不好，走不了多远。我思考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。我带她去过最多次的是海陵广场。路过海心桥时，我发现底下聚集很多人，有人在捞什么东西。我过去时听到他们议论，不会是尸体吧？有可能，挺沉的。我的后脑勺宛若被重重一击，脑袋嗡嗡作响。不是，千万别是。一个大麻袋被捞起，打开后是一袋装修垃圾，他们大失所望。我如释重负，坐在地上像个疯子一样嚎啕大哭，周围人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我。小花，小花，有人在叫我，声音由远及近。
我抬头，泪眼朦胧中跟宋林熙对上眼。他右手打着石膏，脸色苍白，急切地朝我跑来。我犹如被卷入大浪，好不容易抓住一块浮木的遇难者，抓着他的手，发出窒息前的气声：“宋林熙，我妈妈不见了。”他好像早知道了，没有多惊讶，满脸心疼地安慰我：“我们一起去找，会找到的。”手机铃声响起，我接通后听到救赎的声音：“穆小姐，你妈妈找到了，我们打车直奔警察局。”我一眼就看到了妈妈，她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，被佝偻着，无助地环顾四周，彷徨又迷茫，可怜极了。我上下看她，除了衣服脏一点，鞋子不见了，没什么事情。我既庆幸又生气，忍不住朝他发了脾气：“妈，你干嘛要乱跑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”他呆呆地看着我，口中喃喃道：“荔枝。”小花哭了，给她买荔枝。小花最喜欢荔枝了，我这才注意到她手中紧紧攥着没有放开一秒的袋子，里头装着满满的新鲜的荔枝。对不起，我的眼泪唰地流下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生气的。我的头趴在她的膝盖上，不住地忏悔。对不起，她不怪我，她永远不会怪我。养老院对我们表示歉意，他们承诺会加强对老人的看护，并免除我妈妈后续的所有费用。他们有诚意，我妈妈也没什么事，便这样过去了。晚上，我给妈妈洗澡，看她沉沉睡去，才回学校。当时很晚了，我们叫了出租车。路上，我问起她的伤，她轻声说，看望阿姨的路上发生了剐蹭，受了点小伤，打完石膏再过去，才知道阿姨不见了。我刚想联系你，就看到你在海心桥下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双眼在昏暗的环境中亮得出奇，像两轮月亮。我轻手轻脚地摸上去，你还疼吗？他一点点搭上我的手，那动作小心得像担心我会甩开他。我反握住他的手，才发现他的掌心湿漉漉。他笑得满足，你关心我，我不疼了。我想到我们如今的关系，想我对他说过的话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率先打破沉默，我爸爸找过你，是吗？我一惊，随之点头，他说：“你是故意接近我，是想让我妈妈推荐你去他博导的研究所。”我垂下眸，是。他攥着我的手，蓦地一紧，声音也有些颤抖：“你愿意跟我牵手也是吗？”不是，是因为我也喜欢你。我想到那封我珍藏3年的情书，他写的字很漂亮，一笔一画都很认真，没有一处涂鸦。他写，第一次看到我是在他高一开学，我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演讲。我在台上说，生活中有阴影，但更有阳光，阴影只是阳光的附属品。他当时因为父母离婚，整日郁郁寡欢。我的这句话让他记了很久。又一次见面，是我帮他赶跑勒索的混混。当我把书拍打干净，递给他时，他想，我就是阳光。我们回到学校，走在小道上，我说道：“那封情书我看了很多遍，每看一遍都像你在鼓励我，你在说你很好，你很好。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好。我自卑敏感，会因为妈妈在垃圾桶里捡纸箱感到丢脸，明明我也是被她这样捡回来的。我懦弱胆小，不敢对取笑我的人生气，却把怒气撒在最爱我的人身上。我自私自利，为了能选上宋老师，故意接近你。我冷静地看着他，这样的我，你还喜欢吗？原来你没有丢掉我的情书。他唇边漾开温柔的笑，我才发现他有梨窝，很浅，浅到几乎看不到。小花，你很好。你高中3年都在年级前10，你会帮素未谋面的同学赶走混混，你很爱你的妈妈，努力赚钱给她更好的生活，努力学习想治好她的病。他重申道：“你真的很好。”我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好似从他身上看出了那个阴郁沉默的少年。时隔3年，他变了又没变，那颗心还是那般纯粹。他突然停下，紧张地扶着我的肩膀，手和唇都在抖，连带着声音都飘渺起来。所以我能跟你在一起吗？不是假装的那种，是真的在一起。我没有不答应的理由。他一副高兴得快哭出来的模样，死死搂着我的腰，手臂不住地发颤。我可以，我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明知故问。可以什么？他半晌憋不出话，脸都红了。我笑了笑，踮起脚，勾着他的脖子往下拉。他像傀儡一样任由我摆弄。放开他后，我舔舔唇，是这样吗？他的脸红得像喝醉了。回到宿舍时，我嘴角的弧度都没下来过。淘淘他们调笑道：“呦呦呦，复合了吧？你们恋爱的酸臭味都快熏死人了。”熏死你！我冲过去跟他们打闹在一起。我们复合后，高兴的还有宋林熙的舍友，他连夜发微信感谢我。宋哥正在宿舍里傻笑，他终于活过来了。我打游戏也敢大声讲话了。学姐，你是我的神。我们在一起的2个月后是我的生日。宋林熙说给我准备了惊喜，他在外面蒙上我的眼，10分钟后再松开。我到老师家里，生日快乐！我的舍友、同门以及老师都在，他们一起布置了这场派对。我的心里暖融融的，这是我第一次过这么热闹的生日。宋林熙安排了一个节目，他用吉他弹了一首生日歌。
他穿着白衬衫，抱着41寸的吉他，坐在黑色沙发上，视线一直在我的身上。我溺在他眼里的爱意里。宋老师在我身边感慨道：“林夕从小到大心里都只有学习，高一有一天居然回来跟我说要去学乐器，学了也没见他怎么玩，今天总算派上用场了，能用来哄媳妇了。”宋老师朝我挤挤眼，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。原来我高中时拒绝他的话，对他影响这么大。大3下学期，我申请到 M 国的大学，他有世界最顶尖的阿尔兹海默症研究所。大4，我安排好妈妈后出国读研。我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，加上大学3年兼职攒下来的钱，能完全覆盖我的学费和生活费，让我不需要担心经济问题。大学期间优异的成绩、论文以及宋安老师的推荐信，让我成功敲开研究所的大门。研究生的生活并不轻松，我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实验室。宋林夕很粘人，他几乎占据我所有的闲暇时间，每天都要视频通话。晚上11点，我刚从实验室回来，洗完脸正准备睡觉，他又打电话过来了。他那边很安静，我只听得到他清浅的呼吸声。我笑道：“今天做了什么？今天想你了。”有多想？有人敲门，我边打去宋林夕边去开门，出现的是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。宋林夕还拿着电话，他对着电话说：“很想吃饭，想你；睡觉想你；上课也想你。所以我来找你了。”我不可置信地抱住他，游在梦中。他一放假就迫不及待坐上来找我的飞机。他大学毕业后也申请了这里的学校，我们过起同居生活。博士在读期间，我所在的实验室成功研制出治愈阿尔兹海默症的特效药。阿尔兹海默症不再是不治之症，